针对矿产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就跟先前所谓这个稀土的问题一样，你有产量，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来讲，就是所谓你的这个提炼的这个技术能力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才是你整个完整的架构来看这整个成本，然后相关的这个整个的生产的部分。那在中国的这个提炼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其实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除了晶片战，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资源战啊。这个中美双方现在在南美也布局资源战，要争夺的是高科技产业所需要的原料，而最新的战场就在玻利维亚。玻利维亚蕴藏的锂矿是排名全球第一，那产量呢？这个就是蕴藏量啊，高达了2100万公吨。跟阿根廷还有智利呢，因为他们一起拥有58%，占全球58%的藏量，所以呢，他们并称为南美锂三角。从2006年开始啊，玻利维亚在近20年来都在外交上是倾向中国大陆的。不过，新任的玻利维亚总统呢，就是中间派的这个罗德里戈·帕斯呢，在11月上台以后，面对通货膨胀率升到20%以上，创下30年来的最高。那所以呢，他宣布要向川普政府寻求金融援助啊，同时向外国的投资者开放巨大的锂矿藏。好，现在拿着巨大的锂资源来向美国求援，那这样会真的就是颠覆了中国大陆对于南美锂矿的一个控制权吗？而且我要问的就是，聂老师，您觉得美方帮得了这个忙吗？中方又会坐视不管吗？我先讲美方人帮忙，大家都知道，最近他们丢出了一个新的法案，叫 NSS 嘛，是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国家安全战略。但这什么版？缩小版，战略缩小版。也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力量真的不太够了，制造业空洞化，钱有限了。我努力的要 MAGA 把钱弄进来，就全球当提款机，努力的把各种好的资源弄过来。造船业要弄也缓不济急，那个晶片从台湾很好带了啊，一下弄几个厂过去，弄一些技术人去，可是要好几年之后，所有的舰艇、军舰，所有的东西要盖，他们现在制造人力缺，所有东西都好几年之后，那所有东西都已经落后他们现在一个最大的对手中国的时候，他有能力吗？因此，他 NSS 的重点就是各个我的民主盟友，请注意，你们以后呢要自己要照顾自己好。我会支援你们，但是你们要承担自己责任，有没有？里面最重要就在强调这个，所以他有没有能力？说有还是有，在全球民主联盟之下，全球都知道最生活愉快，然后 GDP 最高，然后最享受阳光沙滩海岸还是美国。感觉美国就是西方面就是最进步嘛。所以任何一个稍微有危机的国家，第一个想到还是美国，在整个国际中一定还是，尤其中南美洲，当然跟这个美国就是不管怎么样，南美这个也比较靠近。还有，我觉得现在主要有个重点，就是这一次啊，在11月8号上任的这个他们玻利维亚才刚改选，对新的这个 PAS 这个总统呢，他是一个讲不好听是很保守派的，也是比较右派的，是比较属于现在当然就是现在全球都右派都变政治里面的主流，对不对？也比较请这个美国这边呢，因此他还有，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他为了要自救，因为他们这次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破坏的经济问题。他这不是通膨而已，让民生这个问题是，他根本没有钱还外债了。他的整个外汇储备啊，啪，突然大降了85%，整个那个 foreign reserve 已经缺空了，他没有办法还。他必须用一些招数，有他的资源去求援世界最大的老大哥还是美国，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一个地方，就是我刚讲 NSS 这个问题，美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美国了，而这 BAS 呢，他搞错一个东西，他跟中华民国以前在1919年就已经签约，当然后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很多的位置。1985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到现在，其实非常友好的，一上来就要砍断，就要拿部分过去的资源要去向这个美国讨好。我觉得你看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总统他可能认知有限，因为他国际宏观不够，他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变局变成什么样。我相信这个，我们讲不管他的国多大，你刚讲的离三角嘛，阿根廷啊、智利啊，还有他这些国家都我们讲了，我们其实台湾是一个智慧层次很高的，那些国家智慧层次并不会很高。总统他认为他跟美国关系好，他其实并不了解国际宏观，他更不会知道中国已经发展到什么样。像我们所讲的中国的起步啊，外军事科技的力量，他不会知道，所以他会觉得我现在要救国了，先抓紧老大哥再说。那最后的重点就是你讲的，美国基本上先自救了，要不然就有部分利益去帮他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如果他真的做多了，中国再去插手，最后美国还是会被抵制到很惨。这才是关键，就是美国现在还有余力在经济上面去援助这个玻利维亚嘛，哈。玻利维亚现在讲得很清楚，就是 show me the money 哈，我要钱啊，我就是要钱，我有锂矿场，但是欢迎你们给我钱。可是呢，在倒向美国的同时呢，
也有分析，就是中信期货也指出啊，2026年将会迎来锂市场本轮周期最后的投产高峰，因为在全球这个锂资源呢供应量预计会增长30%，而增量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非洲这些地方的新建还有投产专案。那中国锂矿产的这个锂产量啊逐步攀升，明年预估将会超越澳洲，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国。产能攀升就会导致电池级的碳酸锂供过于求，所以造成了这个价格也持续探底啊。所以最近也看到中国锂业陷入了这个亏损的状态。而有亚洲锂都之称的江西宜春，在12月12号也看到他们发布了关于锂公告，注销27个这个采矿权的公示，计划要注销27宗采矿的许可证。所以市场就是这样子，供不应求跟供过于求问题都很大。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就算现在中国大陆失去了玻利维亚，张老师您觉得也暂时不会影响到中国目前在锂矿产业的龙头地位？好，那其实第一个我们先看的就是，为什么供不应求这个部分，我为什么要关闭的原因？那这个我如果关闭是因为我经营不善把它关闭，那当然是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今天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在针对我的这个整个的发展里面，我把我整个包括所谓这个采矿的这个成本、提炼的成本，整个是相对比较高的，或者是造成所谓比较污染，或者是一些就是效率比较没那么好的，我把它做关闭，那其实是一个不见得是一个是不好的事情。是。那所以呢，其实针对我们这个部分来看，其实这个供过于求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主要来讲，它其实这个关闭的原因是因为价格太低，那所以对它来讲，我们都知道供需的这个部分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我如果把我的供应的部分降下来，我的这个价格上来讲就会比较恢复到一个平稳、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所以第一个问题，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问题所造成，我才把它关闭的，并不是经营不善的问题。对，那再来讲就是说，针对矿产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就跟先前所谓这种这个稀土的问题一样，你有产量，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来讲，就是所谓你的这个提炼的这个技术能力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才是你整个完整的架构来看这整个成本，然后相关的这个整个的生产的部分。那在中国的这个提炼的相关的这个技术，其实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在假设这个玻利维亚这个部分的这个矿产，它可能譬如说它可能比较偏向美国这一边，那因为其实包括中国在其他的这个非洲啦、澳洲等等这些国家，对，其实都已经签有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合约，所以对他来讲，量可能有短期上来讲有一点点受到影响，但是长期而言，对中国这个部分来讲影响不大。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正常调控的问题啊，倒不是说这个真的是。如外媒所说的这个，好像陷入了一个非常艰困的一个情况。是好，但除了锂矿之外，哈，其实还有最近在南美这边，大家想说是在争夺石油吗？因为川普呢，他现在把矛头就是把这个焦点呢锁定在南美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也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啊。因为川普最近不是下令吗？说美军扣押了这个委内瑞拉运输石油的影子船队。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影子船队呢，大约有900艘这个船只，大约占了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70%，而大部分的运油的这个出处啊，就是给亚洲的买家，年收益估了一下，大约是8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有75艘油轮在委内瑞拉的水域徘徊，而其中一半都被列入是美国财政部的黑名单，所以现在扣押委内瑞拉运到亚洲的石油，是不是等于间接的在跟中国大陆抢夺南美的石油资源啊？这一点怎么看，将军？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来看，因为最重要是要除掉这个委内瑞拉的现在的总统马杜罗。哦，那马杜罗在这一方面呢，他是强调是跟美国走不一样的路线，所以美国才会极限的军事施压。军事后来效果没用啊，这个 F-35、F-18都过去了，也侵入的委内瑞拉的领空，就是沿海的领空12海里嘛，它也来做擦边球，好像效果也有限呢。
然后也做了这个我们讲的，现在就变成邮轮管制，邮轮要收去之后，因为委内瑞拉穷，他现在的国民所得每一年每一个人才1900块美金，他是发展中国家，就要靠每一年80亿美元的这种出口来赚他的外汇。那这样的话，哎呦，那是不是掐到他的经济命脉？经济命脉怎么办？那邮轮管制嘛，不让你邮轮出口，你就要这些运油的人不是运到这个美洲地区，你是运到那个亚洲地区，我就给你管制住，我让你掐到你的肚子，看你能够怎么样，是这样。第三个才是军事行动，所以美国是有节奏的，他现在是掐他的这邮轮管制。那我看呢，这样子的话，看看马杜罗会不会政治转向，会不会做调整？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呢，这个还要做观察，没那么简单。但是我们来看，那是不是中国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跟那个美国这边强了，最后会拿下胜利？我认为美国会胜利。怎么说？因为美国有3大优势。第一个，美国有地缘的优势，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距离委内瑞拉2200公里，我近。那中国大陆在北半球隔了一个太平洋，它跟委内瑞拉距离多少？2万公里。对，2000公里跟2万公里就知道谁的地缘影响大。当然，美国嘛就在我家旁边，就是第一个我讲的地缘优势。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有军事优势。哪个军事讲谁投射到委内瑞拉投射最快？当然就是美国嘛。美国的航空母舰过去，美国的军舰过去，美国的战机过去，空中加油就过去了，2200公里啊。这些战略性。那中国大陆鞭长莫及，2万公里我没办法。美国只是隔了一个波罗，我们讲到的这个加勒比海，只是隔个加勒比海过来就到了，就是那么近，你怎么样？第三个，美国有历史上的优势。美国在1823年门罗主义，现在是2025年，200年了。门罗主义就讲说，美洲是我们美洲人的事情，你其他人不要碰。所以200年门罗主义了。那境外的想要来这个干涉，打破门罗主义，有这个历史上的困难。对，所以这样的，美国3大优势：军事上的优势、地理上的优势、门罗主义历史的优势。外国人想要插进来，你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这方面的力量，你想要一时两刻就要改变这方面的这种历史跟地理上的现实，我认为困难度非常之高。所以我认为美国在目前这个状况来看的话，美国占有绝对优势。就在委内瑞拉在美洲的话，就让刚刚这个将军在分析的时候，我想到鞭长莫及这4个字哈。那反之亦然。其实，在亚洲这边呢，同样美国能够使得上力，会像中国大陆一样具有这么强的实力吗？恐怕也是得考虑到地缘关系。我们接着来看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白宫接待了中亚5国的领袖啊，分别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还有土库曼以及乌兹别克的领袖进行会晤。而川普呢，在他出 social 上面也宣布，他说，乌兹别克计划在未来10年内对美国的关键领域要进行采购，而且要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涵盖关键矿物、汽车零组件以及航空业等等啊。哈萨克的总统则表示说，这次跟川普的会晤是美国与中亚互动新时代的开端。而乌兹别克总统呢，则是称川普为世界总统，并且提议在中亚要设立一个常设秘书处。美国和中亚其他国家的代表预计也会签署像一些关键矿物的合作协议。那其中的合作呢，包括了波音公司啊，要向哈萨克、塔吉克，还有包括乌兹别克的航空业者，合计出售多达37架的客机。那有一家呢，叫做这个 Cove Capital 的美国公司啊，会在政府支持的融资，在哈萨克啊来开采钨矿。好，现在看到都是呢，在中亚这边的战略感觉像是要找稀土资源的替代供应者啊。当然，这个也形同是这个长期就是在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主导下的这中亚呢，现在感觉上是要从这个地方来看看能不能挖一些墙角。在这个部分的机会跟风险，黄老师怎么看？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很吊诡的，就是说美国。各位如果记得，大概在10多年前吧，他把他的空军的势力渗入了中亚，在中亚建立了第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俄罗斯当时也没有能力阻止。现在稀土对俄罗斯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俄罗斯也没有办法阻止美国在中亚的深入。而且呢，我们看到美国他这一次是大规模，他不是默默的来，他是跟中亚5国来个高峰会啊，把这个事情对。所以，到底是不是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实质影响力相对的衰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察点。另外，当然，我如果想的邪恶一点，这可能完全不符合现实啊。如果这中亚5国跟俄罗斯关系还不错，
会不会他们是帮俄罗斯吸住美国的一些资金能力，然后最后呢他们做不成，美国把钱啊能力就浪费在中亚了。这个是很邪恶的想法，但是反正政治上嘛，你怎么说有不可能的事？国际上兵不厌诈。对，好，那我要讲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的它战略考量是什么？第一个，其实他在 G7 里面已经都讲过，他要用这个非市场工具，就是 non-market measures 或 tools， 对，去削弱中国大陆在稀土的战略地位。但是非市场工具其实很多种啊，包括你政府资金的补贴、政策的辅导啊，或者是你赶快加大你的战略储存量啊，或者是你要跟有能力的或者有资源的那一方进行开采跟精炼的合作。反正任何不是靠这个市场自由贸易来的这些工具，我美国或 G7 要做的我就来做。那第二个呢，美国其实很明显就是他手伸进到中亚，他觉得不只是经济上我可以得到稀土，而且我在外交上，中亚各国，你看把我讲的像世界总统一样。再来第三个就是美国在战略安全的维护上多了一些底气去对抗中国大陆。对，那这是美国战略考量。但是中亚5国也不是笨蛋啊，他们当然想的，其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想都这样：我跟美国合作，钱进来，技术进来。其实美国的技术好像这方面不太行，所以美国一定会找什么澳洲啊、其他的去帮助这些中亚国家，所以他们就要美国的钱。美国进来之后，他们至少有资金。再来就是说，他们可不可以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融资担保？总之算来算去就是钱。另外一个各取所需。对，再就是我跟美国合作，有些国家觉得我面子挂得住啊。对，美国好歹世界1等1的强国，所以我国际地位或许借着跟美国合作，国际形象地位的提升。所以中亚5国想的大概就是钱跟形象的问题。现在就看中亚5国，甚至包括其他中亚的国家，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他需要的是高科技吗？还是说他需要的是最基本的那些基础建设啊？当然，这次在中亚5国跟川普的会议当中，当然也有人提到说，川普的打算还有另外一个跟他的中东这个战略的一些布局是有关的。还有就是刚刚特别提到说稀土替代的考量以外啊，倩姐您觉得啊，因为也有分析师认为说更高一层的战略是在看说要影响中方的一带一路，然后呢削弱中俄在中亚的实力哈。还有一个我们很有趣的来看一下，最近美国财长哈，他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州哈一座新建好的稀土矿产加工中心，他特别的是敲锣打鼓的说，我们一起来庆贺美国25年来制造的第一块稀土磁铁，从此我们不会再受到中国大陆的稀土给绑架了哈。这个当然大家一听就想说，是真的是这样子吧哈？因为你这个提炼的技术到底赶不赶得上啊？倩姐一并来看。先讲一下这几个国家，因为他们这次都联袂的到了白宫嘛，跟以前上一次你们记得拜登要开美洲的会议的时候，大家都不去，所有的人都派别人去的情况有点不一样。那当然是因为现在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在川普的关税大棒底下。所以有一个新的战场是还没结束的。那如果我们看他现在选的地方呢，当然他会是在亚洲、欧洲、非洲，因为整个“一带一路”亚欧非的这些大陆桥的连接中间呢，是很核心的一块。同时，在新的铁路线来讲呢，以前有北路跟南路，那事实上中路现在越来越明显。我们前段日子讲的中吉屋就是这个意思。那中吉屋呢，它不但是有货物，它也有石油、天然气的意涵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川普下棋的时候，他很明显的是说，这些是属于资源国，有资源，你可能没有钱，但是你有资源的。有些呢是生产国，那生产国呢，你来赚我们美国的钱，我要给你更高的关税。那再剩下最上面呢，就是品牌国 G7 啊，跟他们美国一样。我每次说我用川普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美国一样的那些国家。那这些呢，我就是要叫你们来美国投资。它大致上有一些很清楚的大概念的分布。那么中亚的5国呢，都是资源国。你今天光看他讲的第一个啊，就是说乌兹别克10年内要向美国采购1000亿美元，他现在每年的 GDP 差不多1000亿，而且呢，要买的东西呢，要涵盖的是关键矿物、汽车零组件及航空业。我觉得他
可能必须要在这些国家中间做一些以物易物或者是贸易交换，否则的话，这些资源国事实上是没有能力去买美国想要卖给他们的这些高阶的东西，譬如说要37架飞机啊，塔吉克跟乌兹别克他们要做的这些，那么他要如何去处理？他们这些国家，就是你想要他的资源，但是他没有东西跟你做贸易的交换，那么你要不要在另外一边呢？就是做融资的提供。对，所以他们谈的东西呢，有一项我觉得对这些国家可能是第一次，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过去其实美国是不向这些国家提供融资的。那现在美国如果向他们提供融资的时候，就要讨论这些融资的安全性。因为亚洲国家通通都碰过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原来就是美国在很大量的流动性到亚洲来的时候，它忽然之间收回美国，所以像泰国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当时我在线上投资的时候，那些国家它上个月还好好的，这个月它就因为原来借的便宜的美债发生了美元汇率的问题，而且美债的利息没有办法支付，使得它成为有很大的风险啊。所以，如果这些国家会第一次获得由美国来的融资的话，对他们当然是个好处，但是他们也需要相对的有安全保障。对啊，因为这个借钱的人都担心的是融资方这个雨天收伞，对啊，伞收了那怎么办呢？接下来一大堆债务了哈。那当然，这个稀土这边呢，中国大陆也有一番这个反制的方法哈，计划实施一套针对稀土出口的验证后最终用途的机制，而且呢，强调是未来只会出口给没有美国军方联系相关的公司啊。这个验证后最终用途机制呢，可以履行。之前我们看到在 APEC 峰会，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和习近平啊和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们两人会面的时候呢，兑现了承诺。因为呢，既能够兑现说便利稀土这些物料的出口承诺，又能够确保稀土的物料不会最后落入到美国军方相关的供应商手中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最终用途的这个验证机制要怎么去查验呢？我先讲一下哈，什么叫最终用途？它其实英文我觉得不该这样翻译，它叫这个很清楚 ，validated end user， 因为是最终使用的人嘛，这叫国家嘛，就验证到底这些东西是给谁使用，我觉得这是重点。对，怎么查呢？我觉得这个查的机制，你要用科技来查了。之前呢，我们有讨论过一些事情，包括它当时有限制，当这个贸易战在打的时候哈。当这个一样的农产品被限制到美国的时候呢，那美国的农产品也被中国限制，结果你会发现，连那个袋子里面是美国出的袋子都被扫描到，说这是美国出产，或者豆子里面有所谓的美国什么东西也被镜面扫描到。我觉得它主要一定会去追踪嘛，就像追踪机制，你知道我们有人会订晶片等等的这么重要的东西，这个科技不是我能够解释的，我只能说方法他们会有一套方法。给你谁用谁用没有关系，因为他要允诺他当时开会跟川普讲的说我们要开放稀土，但是你要知道稀土从上到下，我们光讲17种元素，它刚开始不是先限制7种吗？最后再限制9种吗？它越来越那个，当然没有到全部7+6=9已经16了，不是后来又丢出了2025年的62、63号公告吗？严管还有主审。那时候就已经走到了所谓的 validated 的这个 end user 的做法，只是有松散。各位刚才讲到川普，有人这个拍点马屁说川普世界总统，对不对？有人说他是皇帝嘛，他本来就皇帝啊。从这某个角度，因为大部分国家都很小，大部分国家都有求于他嘛，就像刚刚讲买飞机都有求于他。我犹记得10月15号类似的在埃及开的以哈和平会议，那个乱离谱的。川普先讲，他口才真的好嘛，记忆也好，到8分之后，请，有一些话我不想讲，请后面那位小老弟来讲。巴基斯坦当时印巴战争的时候，中国还帮了他坚持，不是的 PD 这个15吗？好，这个重点来了，巴基斯坦一上来就一直称赞这个世界总统啊，他太棒了，应该得和平奖嘛。这些人在10月9号6天之前，跟他的参谋总长到了白宫，大家应该知道这件事嘛，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木盒。这是金刚石，这是中国带来的稀土的重要矿物，技术我们有，美国高兴死了，这是数十亿的宝藏啊！请问你拿到那个又怎样？因为我还是一句话，刚才这个主持人有讲到，全世界大家知道的储量1.2亿吨，对不对？中国4400万吨，37%，
全世界产量尽量挖呀挖呀挖，中国6000万，美国也不过这个27万了，美国45.5万吨，6倍。我们最重要的是晶致冶炼技术91%、92%，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国控制在手里。从那个光线，它有高脚虾的那个技术到现在没有人够突破的啊。还有人说什么日本深海发现了，跟澳洲签约了，那都没有用，缓不济急。挖了要多少成本，那个都是文宣，那都是认知战。我跟你讲哈，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只有对美国，就跟世界对美国求好，就美国对中国可能求好，对，才有好的生存地基。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等一下我们回来就要聊的是说，在这个中美互不信任啊，因为现在互信基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之下，最近连大豆到底要买多少都成了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呢，在11月6号，他特别在白宫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还有乌兹别克这5个中亚国家的领袖举行了C5+1的峰会，希望透过各种协议，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突破中国大陆对稀土的垄断地位啊。但是中亚5国当中呢，除了丰富的稀土资源以外啊，像哈萨克它的铀产量是全球第一，乌兹别克黄金的蕴藏量非常的大，土库曼则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那吉尔吉斯跟塔吉克呢，也都在开发新的矿藏。好，所以从资源上面来看啊，陆老师先带我们了解啊，刚刚提到的中亚5国，因为川普也不是随便挑的啊，这5国绝对有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呐。5国的矿产的蕴藏量大概有多大？是相当大，尤其他们在稀土方面的这个产量。就是它的就是它里面有所含的稀土的量是非常大，就在全世界大概是前10名。那当然，哈萨克斯坦它在铜方面是全世界第5名。那金呢？黄金是塔吉克、哈萨克斯坦都有黄金，还有锌跟铅，还有锰，还有铬。那像土库曼，它还有这个天然气，哦，这个都是非常丰富的矿产的资源。对，所以美国跟它这样的一个合作是希望。我将来在稀土的战争里面，稀土的对抗里面，我至少我的来源方面是有多元的来源，我不要只有不可能再依赖中国，或者只有靠澳洲还是靠英国、土耳其，那看来都不希望只依赖一个国家。我希望我的矿产来源是多元的，但是将来未来的技术跟提炼的这个能力，那这可能中亚5国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还是要寻求其他解决方面。这只是解决它短期之内。它的矿产来源啊，能够不予以乏，但是它还要投入很多的技术，尤其我们知道稀土的这个开采呢，面临很多的环保问题，还有法规问题，还有技术的提升问题，这些都不是短期之内所能够完成的。所以中亚5国只是在矿产的来源上给它一个支持，给它一个力量，对，应该是只有达到这样的目的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川普也不是随便选人去开会的哈，就是当然邀请这5国呢，就因为这5国后面有美国需要的国家利益，尤其刚刚提到的是战略相关的关键资源啊，就是稀土哈。但是其实如果了解稀土的朋友也知道，稀土其实有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一个就是成本，另外一个就是提炼的技术啊。刚才陆老师有点到，就你如果有这个丰富的矿藏。可是呢，你后续的成本问题怎么解决？提炼问题怎么解决？恐怕你还是得追本溯源的去解决问题。当然，这个除了拉拢中亚5国以外呢，川普最近还投下了一个地缘政治的震撼弹啊，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他最近拉拢哈萨克加入中东的亚伯拉罕协议。川普表示呢，他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有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进行了一场重要的通话。他强调呢，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搭建桥梁的重要一步，而且宣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排队透过亚伯拉罕协议拥抱和平与繁荣。路透社就报道说，川普下个礼拜呢还会在白宫会晤叙利亚的新政权领导人叫夏拉。美国政府呢同时也准备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一处空军基地，要进一步来部署美军。好，现在看到拉拢哈萨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啊，这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美与双方来讲的话，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会带来多大的帮助？巴斯，这个显示一件事情，虽然部分的观众朋友可能会不接受我要说什么，但是很明显，这次停火加沙战争停火，以色列算是赢家了。
几乎是打败了哈马斯的政权跟军事能力。那美国也是几乎是很支持以色列对国家安全的需求，就是在这个川普的和平计划条件之内，几乎都是符合以色列的想法，内塔尼亚胡的想法，美国也没有明显答应以后支持巴勒斯坦可以成立国家了，也是符合以色列的想法。另外，不管是欧洲国家，或者这个伊斯兰世界国家，比如说卡扎克斯坦，也愿意跟以色列继续交往，甚至建交，对不对？那以后更多阿拉伯国家也会跟以色列愿意有交往、贸易，甚至加入 Abraham Accords 建交了。所以很多人很难想象，在这个战争的结束之后，以色列的这个不管是战略地位，或者在经贸方面、科技方面的地位，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其他的国家不会以后抵制以色列或什么的，或对以色列怎么样，真的不会。这个是大家都要记得。你觉得就以哈萨克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未来如果考虑加入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当然是希望说也能够从以色列这边要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可以从以色列得到什么？当然是可以聊到投资、继续科技等等甚至军事方面也可以，国防方面可以交流。那然后就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对不对？那以前Morocco 加入 Abraham Accord 之后，那美国就答应 Morocco， 你这个叫做这个目前算是内战地区，叫做 Western Sahara。本来美国的立场是这个地方是要经过当地人跟 Morocco 中央政府的协商，才解决这个问题。那后来美国在川普1.0说，Morocco 你加入 Abraham Accord 之后，那我就认定这个 Western Sahara 是你的属于你的主权。所以其实加入 Abraham Accords，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他们都知道，他们还是可以从美国拿到很多东西了。OK， 那叙利亚驻军这件事情呢？这个是有一点 surprising， 有一点惊讶，因为川普在1.0的时候，他一直坚持他要完全从Syria 撤军，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是有几千个军人因为是要跟 ISIS 伊斯兰国家打仗。那个时候他因为这件事情跟国防部长吵架了，对，国防部长时任国防部长就离开了。那川普这次愿意部署的话，规模应该不会很大，而且其实很大的主要的考量不是因为川普以后想跟谁打仗，不是因为要以后跟伊朗或伊拉克等等打仗，其实他是为了组织以色列再次攻打 Syria 的内部了。因为过去几个月以色列已经有很多次动手，因为他们说Syria 在境内还是有运武器给恐怖团体，不管是在 Lebanon 或其他地方 Yemen 等等。所以为了维持区域和平，这个川普的和平计划或许因为这个考量，川普愿意在 Syria 重新部署。所以就回到刚刚你有特别强调一个论点在川普的心中，他的 number one， 他的第一个还是中东，第二个才是放在印太虽然说川习会落幕了，但是中美两强背后的角力才正要开始现在斗而不破的一年当中，中美双方会如何各自的出招呢？纽约时报就直接说他们观察到的，他说这不是和平，而是被迫休战。而 CNN 更是直接报道，因为 CNN 是比较偏民主党的了，他们是直接说中国赢了。好，另外呢，美国暂缓黑名单，扩大1年的出国管制。那中国呢，则是暂停了稀土出口管制1年。双方在表面上都是交换善意，但是实际上呢，却是美国被迫让出科技管控的底线，中国则是以静制动，出刀不见血的夺下了战略的优势。所以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帮大家整理美国前官员呢，有一位前官员就说呢，这个川普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美国的国安底牌。美国这次可以看到是首次把国安科技纳入了
谈判的交换筹码。还有呢，这是昨天特别跟大家来看到的。在川习会之后啊，根据大陆商务部公布的这个结果，特别在卡脖子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谈的管制的部分，美国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而中方则是呢把稀土的管制啊也是延长为1年啊，暂停1年。特别刚刚讲说穿透式。这个美国出口管制啊，是美国先发动好50%的穿透式规则。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在9月29号所发动的。然后呢，这个主要内容是，凡是列为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这些相关制裁清单的实体，或直接与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的子公司，都被列入是出口限制的名单。这个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但这次呢，就强调说，谈的还不错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管制措施啊，先暂停1年。好，那画面上我们也提到给大家看，中方跟美方现在在稀土上面管制上面哈，这个管制内容呢，中方措施是暂停稀土管制1年，然后呢，美方是暂停在这个实施制裁黑名单，刚刚特别提到50%穿透式规则的这个名单上面是1年。好，那涉及的企业呢，包括了稀土冶炼啊，中方这边稀土的部分呢，像是冶炼啊、分离啊、出口企业；美方晶片啊、科技方面呢，则是暂停实施黑名单这个1年的时间。好，那相关的全球市场影响呢，包括现在看到中方还是掌握全球非常强啊90%的稀土加工能力。那现在就是美方不断在追赶。好，这次的川习会哈，现在双方看到最后的结论都是呢，暂停对于对方的一个管制哈，包括稀土、包括科技晶片相关的都是1年。那很多现在分析的看法都认为，总体来看，其实中方这次在谈判上是略胜一筹，因为既延长时间，又拿下了接下来谈判的主导权。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想认为中国大陆赢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习近平的胜利。为什么？因为这会让他在国内看起来很强势，这会让他在国际上呢得到很高的名声。因为这么多国家跟美国谈判，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满足美国的需要。没错。那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对美国呢叫板，而且呢打得平手。就算你不认为他赢了，他最起码是平手。态势就是平起平坐，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对内对外，习近平都可以宣称他是胜利的，这一点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第二个，我认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经济上来说，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个所谓解除对于这个他的一些企业的制裁啊，因为他讲的这个企业是过去已经被制裁的企业，他们的子公司、孙公司只要持有50%以上，那么就列入黑名单。现在说把这个推迟1年，可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关于芬太尼的这个关税调降了10%。对，而且呢，在这个会后，美国还宣布了，如果芬太尼的这个管制有成效，还会再把剩下的10%都移除。这20%对中国大陆来讲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20%或者10%是涵盖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出口。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青年的失业问题。那这些失业的问题，它其实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些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它更同样重要的，或者说对于青年就业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过去的这些劳力密集产业。这些其实给养了更大量的这些就业人口。对，那这些其实中国大陆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全世界的市场来说，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来自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出口。但是在美国，它尤其在圣诞节前，它如果这个关税继续，它就会丢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市场。那现在在圣诞节前、感恩节前，它就恢复了。这个对于他来讲是及时雨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最重要的。就几乎面子里子，几乎在这一次，当然有人说谁赢了面子，谁赢了椅子。可是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总体分析来看的话，中国不但是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哈。那接下来当然美国一定不服气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川普回到国内，在这个飞机上面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凭自己的分数哈是打了12分，满分10分哈，这个不会让人意外，因为他向来就是会给自己打很高的分数。但在美中两强，就是老大已经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又听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又放话表示他说北京犯下真正的错误，因为美国2年内就能够摆脱稀土的依赖，
真的吗？根据专家的分析说，美国即使启动像是曼哈顿计划级别的资源开发，至少也得5到7年才能够真正完全替代中国大陆的稀土供应。另外呢，中国大陆这边有4400万吨的稀土储藏量，占全球35%到50%，而中方呢控制全球稀土的加工、冶炼、分离的能力的比重呢，将近90%左右。某些重稀土分离环节，中方更是达到了99%的控制。所以以此来看，美方估计2年就能够完全替代会不会太乐观了点？林老师。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先回归到刚刚讲的一个川习，这是一个见面。我个人会认为是双方各有所需，那双方都达成自己要的一个目标。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其实刚刚左老师提到的这个芬太尼的10%，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同样的，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也证明了中国在他的领导之下是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那对于川普来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当然不是他讲的这个120分，这一个他好像这自吹自擂这样。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些东西带回去他国内。因为我们看他这次其实除了是去见习近平之外，他在日本跟韩国拿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利多的一些消息，不管是这个日本的加大投资啦，或者是我们说韩国什么核潜舰要在美国制造啦，其实他这些东西都是他能够去带回到他国内对他的一个支持度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个大头，2个这个元首对话。各有所需，那但是在底下的这一边，一定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分析，会认为是说，川普你可能有一点这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这个国安底牌啦，就是说他有点丧权入国类似的一个味道啦。可是这边他立刻就用的是什么？同样上谈判桌的贝森特。我个人会认为现在第一个是贝森特来讲，后面可能 Rubio 又要准备出来讲了，就是老大讲的是没问题，我们都很好，他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底下的这一些官员，就是他们要上场的时候，那这一边贝森特他直接就讲说了，可能2年就可以去摆脱这一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稀土的依赖。但是说实在，2年能不能达到这个东西，不是取决于的东西，倒不是时间，而是你要花多少成本。说实在，今天的一个稀土，你世界上含量还是什么，各地都有。重点不是含量，是提炼的技术。因为提炼的有时候它会有一个高污染，或者是提炼的成本这个问题。所以，与其我美国要自己去提炼，不如跟中国买。相对来说，这一边我可以降下很多的一些成本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去启动的话，要么可能是在越南或其他国家跟这些国家买，或是我美国要自己做。那美国你愿意去付出这一个成本在稀土上面吗？固然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有国防的需求、晶片的需求等等的，让他必须要去做。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宣布1年制裁，这1年365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老实说，没有人知道。会不会今天的稀土又是另外一个只是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贝森特他今天讲这个话是讲给自己国内来听的。因为其实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他现在在这个外面感觉上这一次东亚行好像外交大胜利，可是接下来他要去面对的是他国内更多的问题。这国内问题我们可能等一下还会再讨论。没错，就是在这个关税，这个参议院否决了要他一些议案，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川普才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由贝森特放话，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讲说在谈判上面的稍微一点弱势拉回来一点点这帮这个老板稍微加回来一点分数所以刚刚林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中美现在比的就是呢，接下来在休兵也好、暂停也好，这1年当中谁能够更快的摆脱对于对方的依赖，谁能够更加的掌握包括科技还有包括矿产的就是稀土的命脉就会是接下来中美2强对决的胜负关键。好，说到刚才有稀土的部分，接下来是科技的部分那当然川普也证实因为他被媒体问到，他说是我有跟习近平主席呢谈到了晶片议题，但是并没有涉及最高阶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中方呢先前我们也知道他是直接拒绝了美国的 H20 那后来连 B30A 都进不了大陆，无非是在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大陆呢不再屈就美国说要卖出来的这些低阶产品这些低阶货。所以有白宫 AI 沙皇之称的萨克斯呢就直接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要全力扶植华为。但是这2天也听到了黄仁勋就是辉达的执行长，他特别提到说，他也当然很希望辉达的芯片，比如说像是 Blackwell
能不能够进到中国大陆去贩售，但这一切都是川普决定，川普说了算，所以现在决定权在川普手上。我要问的是，洪老师，你觉得川普会允许 Blackwell 迈进中国大陆吗？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那就如左老师所说，这个其实今天在这个谈判上，到底谁真的赢，谁真的输，更大的是在面子理智上。面子上，习近平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面。那今天如果川普允许了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其实它最大的程度上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输了面子？然后呢，如果今天川普他允许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说，晶片可能3年一个世代，6年又在下一个时代的时候，前面 Hopper 可能什么都淘汰掉了。对，它真的那么的重要吗？不知道。但如果今天你掐着敌人的脖子，中国的研发能力，我不敢说他们特别厉害，但他们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资源，我就跟你硬刚。那在这个程度下，如果川普没有阶段性的去开放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去全力扶植华为来说，无疑是什么？无疑是在养虎为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至于说未来美方如果要出口，就是说，害怕他们买来拆解这个问题，这个涉及到整个晶片，其实它整个从它的上下游产业链到水平产业链来说，中国目前有没有办法去囊括这些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如果它没有办法囊括先进制程的部分的话，那即便它拆解它 IC design， 它还是没有办法在 NVIDIA 的这些技术上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妥协。所以，反用美国技术来反制美国这件事情，会是Trump 在下一步上，我要去思考，我要不要阶段性的去让他们放松警惕。那这样也换取时间，他们可以在稀土上面进行一些元素战略的一些策略指导。这样才有可能去执行所谓曼哈顿级的计划，这个可能是2个是要交互去参考的一个部分。因为从黄仁勋的说法哈，就是他不断对外的谈话跟态度表达的出来，是他很希望能够把辉达的产品就继续卖到中国大陆去哈。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因为在先前已经被围堵、被封锁、被卡脖子哈，所以呢不得不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相关的晶片的研发跟突破跟制造，那也由华为带头，好，他们在技术上不断去突破，所以呢，就算有这个辉达的产品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其实是不是量也不需要太多？因为呢，它其实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自己，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大陆自主生产制造晶片未来的发展。对这个，但这个地方其实比较危险，说少量的卖过去，他们说这个国安科技的问题并不在演算本身。对，那我们这 AI server 它分2个层次嘛，一个是说它的推理以及它的训练。那在推理的部分，我们知道明年2026年，其实辉达为了增加它的 market cap， 它不断的在推 edge computing 的晶片。那在这个程度之下，如果有很好的 pre-train 的这些晶片，就是这些所谓的高阶晶片，那中国在无人机发展的很好的情况下，那他们如果这样更快，其实会影响到国防军事上的一些差异，包含在未来军武的一些开发上面。对，所以如果顺着这个逻辑的话，您觉得那接下来如果是川普的话，他会听得进去黄仁勋的建议吗？这得看他能够，我觉得现在其实这是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跟对，那包含说这样子下来的话，川普有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川普讲了一句话，他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聂老师觉得川普会听得进去吗？其实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会去考量的，倒不完全会是说听得进去或什么这个什么回到美国啦怎样。最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度。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认为，现在对川普来讲，他自己最 care 的，其实倒不是什么美国之争啊、关税、美中之争啊，还是什么，是现在国内的失业率问题，还有他的一个党团。这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共和党又有人跑票啦。所以其实这国内的一些因素，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把他的一个经济或者是民望拉起来的话，之后的期中选举可能就要来了。那这些对他来说，的确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去会对他会去思考的方向。